你绝对没见过这辆50年前的吉普车。虽然它是辆老车，但经过翻新后看起来还挺霸气。这辆车的主人是一位歌手，也是杨哥的客户。此刻两人正在交流改装理念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杨哥了解到这位歌手是复古车爱好者，收藏了很多辆老式豪华车。但这些老车普遍都有一个问题，那就是零件老化容易坏，而且找不到地方修。为了解决这些问题，杨哥灵机一动，想了个好办法。他打算给这个客户改装1969年的大黄蜂。你看到这里可能会纳闷，这不还是一辆老车吗？其实杨哥打算来一招移花接木，将新款大黄蜂的底盘留下来，然后换上老款的车壳，这样既保留了复古外观，又用上了新车的零件，降低故障率，可以说是一举两得。这位客户也是头一次听说还有这种操作，不过对车厂来说那是轻车熟路了，之前他们也这么搞过。征得客户的同意后，杨哥就回到车厂开始制定计划。首先就是置换掉外壳，要达成这个目的，就得将两辆车的车体拆开。因为老款大黄蜂的车壳比较轻，所以装上去后车子的速度会更快。在内部的装饰上，车厂会以黑色为主体，搭配怪兽公司的绿色饰边，并绣上他们的商标。同时为了体现西海岸车厂的元素，员工会给车子装上他们自己的音响。至于车底部分，车厂会安装全新的悬挂系统，并搭配新款大黄蜂的动力传动系统。最后再给车子喷上一层哑光黑烤漆，搭配着怪兽公司的绿色线条，营造出霸气外露的外观。这个计划听起来简单，但实际操作起来还是很困难的。因为新大黄蜂的车体更宽更长，而老大黄蜂的底盘偏小，这可让众人犯了难。其中一位员工提议可以尝试用 GTO 的底盘，因为它和新大黄蜂的车架更搭配。杨哥觉得有道理，不过具体该怎么办，还得看明天去采购时的情况。将一辆车的顶部横着切掉，然后再从中间竖着切开，最后焊接起来的车子你敢坐吗？话说上集杨哥带着旧经理来到了报废车厂，这里停放了很多辆复古车。不过由于1969年的大黄蜂很抢手，一行人找了好久才发现一辆，而且车壳已经生锈，非常破旧。杨哥只能放弃并去其他地方寻找。经过一天的忙活，他们终于找到一辆成色不错的，而且内部的发动机和变速箱也都在，这样就省得经理再去采购零件。拿到车子的第一时刻，员工们就把它拆得一干二净。在拆车的过程中，大家顺便将内部的螺丝拧掉。一切准备就绪后，车子被放到了支架上。杨哥操控着机器将车架缓缓地抬升，成功地把车壳和底盘分离。接着员工开始对车壳进行切割，并且对尺寸进行调整，确保最后能安装到新的大黄蜂上面。从视频里展示的情况来看，上面很多板件都被切掉了，改动是非常大的。正当大家忙得热火朝天的时候，车厂到来了一个不速之客，就是眼前这辆 GTO。不过让人遗憾的是，这辆车出过一些小事故，需要车厂进行一些修复。大家先把车身的板件和车内的零件都拆下来。这个操作和之前车身的损伤相比，我觉得反而是更大的事故。基本处理完成后，员工拿着尺子进行测量，发现宽度为145厘米，而老款大黄蜂的车架则是141厘米，这就意味着需要把车壳变大。为了方便操作，员工们先把顶棚切掉，然后再从中间分开，在内部焊接一部分的钢条用来扩展，最后再把之前的东西重新拼装，组成一个新的车壳。这一番操作之后，大家把车壳与底盘放在一起对比，幸运的是一次就成功了，大家都非常高兴。因为一旦这次不能成功匹配，大家就需要再次调整车壳。操作过程不仅非常麻烦不说，还会对车壳造成3次伤害，而且要是让客户知道就完蛋了。没有男人会不喜欢这辆复古肌肉车，它的外观非常霸气，声浪更是摄人心魄，能拥有一辆简直太幸运了。话说上集两部分成功结合之后，车厂又遇到了新的麻烦，那就是 GTO 的闭锁装置全被清洁工扔了，而且核心支撑结构也不见了，这不仅给接下来的改装造成很大影响，也让杨哥非常的不爽。没想到自己稍微放松一会儿，车厂就出这么大乱子，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不过生气归生气，改装还是要继续的。悬挂公司送来了最新款的悬挂，它是专门为 GTO 量身定做的，能让车子在高速状态保持平稳。另一边，经理也采购了一批新的闭锁装置，员工们将它们固定到车上，并且对所有结合的部位进行调整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他们又有了新发现，那就是车头的钣金套件不太贴合，中间有很大一个空隙。经理找到老板杨哥，想让他出个主意。为了不耽误改装进度，杨哥让他们先把车子送去喷漆，等到风干后一边收尾一边处理车头。眼下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，大家只能先把车身打磨，然后用塑料膜进行简单覆盖。这次车厂选择的是哑光黑漆，喷上去的效果很不错，确实有老车的风范。为了保证按时交车，杨哥动员了厂里的所有人，经过大家1天1夜的加班，车子总算有了大概的模样。
不过可惜的是始终无法发动。员工们进行了多次尝试，但结果都不尽人意。这时，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师傅说话，他认为只要更换一个燃油泵，然后将线路进行调整，就能解决这个问题。此刻众人也想不到更好的办法，只能照他说的进行尝试。没想到最后还真成功了。只要车子能成功发动，接下来的事情就不是问题。大家将做好的零件装到车上，完成后将内外擦得一干二净，这辆大黄蜂就彻底完成了。不过要吐槽一点的是，一直到最后他们都没能处理那个缝隙，估计是想蒙混过关。杨哥将这辆车交付给客户，有一说一，他看起来确实不错，造型非常霸气，客户也很满意。希望杨哥后续能带来更好的作品。